欢迎两位啊。你们俩在一起，据说是谈了2年了，是吧？是的。啊，是朋友介绍认识的，是吧？还是参加朋友聚会认识？怎么认识的呀？是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哦，谁追的谁呀？是他追的我。今天来是为什么呀？我们不是在一起2年了吗？啊，一直感情都很好。就是男生吧，他总想创业。刚开始我是支持他的，然后给他投钱什么的。可是问题是，他每一次都赔，我就不想再让他这样下去了。哎呀，创嘛，陆琪老师都创了10几年了，还在创吗？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然后我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深，我觉得就影响了感情了。就是因为创业这点事儿哈。小片里面你说的特别棒，我能干大事儿。你打算干点什么大事儿？什么都想干，只要挣钱。什么都想干，只要挣钱。那您干的可不是大事儿，您就想干挣钱的事儿啊？都干过些什么呀？开过饭店啥的都干过，反正基本都是与餐饮有关系的嘛。现在我就不赞成他去干这些事情嘛。为啥不赞成人家？人家有理想干。因为我觉得他不具备经商头脑。你怎么能说人不具备经商头脑的呢？是这样的，就是自从他和我认识以后嘛，因为我比他大6岁嘛，而且我还离过1次婚，所以我就觉得吧，有他这样一个男生追求我，我感觉我应该好好珍惜他嘛。然后一直以来我都对他特别好。他很早就进入社会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但是他这人吧，心气特别高。然后总觉得他将来能干大事。你说我作为他的女朋友吧，我觉得一个男生有事业心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吧？我作为女朋友应该去支持他。是。刚开始我就特别支持他，就是第一次创业嘛，他想和朋友合伙开一个麻辣烫摊儿。他朋友说他朋友祖传秘方。他当时给我描绘的特别好。将来了肯定能干大，都能干成全国连锁那样。是。当然我倒是说对这个未来不是特别在意哈。然后我就觉得第一次创业嘛，支持一下。支持。然后就给他投了1万块钱。就投了1万是吧？对，因为他就是一个小摊儿嘛。还挺好。结果呢，他却被骗了，1分钱都没拿回来，都连那个出摊的那小车都赔进去了。那哥们儿骗他个出摊的车干嘛？什么情况啊？这都赔进去了吗？那我平时不也花点干干零活啥的，多少的不也还你点吗？还了多少啊？还了几千块钱呗。几千？3、2千块钱。3两，那还不够利息的呢嘛？要这么算下来，行，这事咱们就过啊。对，主持人，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创业嘛，我感觉你说万事开头难哈。是。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嘛。必须的。对。然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还安慰他，我说没事哈，咱们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对。这件事以后，我也是出钱支持他，又干了其他的一些小生意吧。但是都以赔钱收场。然后这时候我就感觉他真的根本都不具备经商头脑是吧？照他这么折腾下去，你说多少钱也不够啊，是吧？有点害怕了，是吧？对，那我心里就没底了，是吧？本身你说我跟他在一起，也不是说图他钱，是吧？他本身也没钱。对，我就特别希望他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踏踏实实的，是吧？然后我都多次跟他说，想让他放弃创业的想法，他根本都听不进去。你就整天跟我讲什么成功学，听得我头都晕。马云想当初和他10来多个同学去肯德基应聘，结果他10多个同学都被应聘上了，就他没被应聘上但是人家不靠自己一步一步的，现在不也成了阿里巴巴的总裁了吗？我感觉失败都是成功之母。马云失败是拿马云自己的钱和马云自己的精力在失败当中历练。你是怎么失败的？你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失败的？就是你看钱有他出了那个合伙人是哥们儿是朋友，你在这些买卖里干什么？就是他走了呗。谁走了？把钱财都给我骗走了呗。谁把钱财都骗走了？就之前的那个不是你这怎么就骗走了呢？就是他总和我说，就是说那个他是谁？就是我前面那个对象你前女友你先说你那饭店是跟谁开的？跟他开的。跟前女友开的饭店钱是谁出的？钱是我出的你出的饭店是谁管理？他管理。你出的本金有一个管理人是您的前女友后来这饭店弄黄了黄是因为什么？
好像就是因为他给我骗了嘛，骗了，随后都是说东西都是他的了，把我骗了啊。就前女友把这个饭店给收了呗，把你给踢出来了，是这意思吧？对，你觉得受害了是吧？对。啊，现在你想让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对，但是你还想创业是吧？对，就是他吧，一直不死心啊，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讨好我啊。就是我白天从店里的时候，天天去给我送花，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给我准备一下什么烛光晚餐呐，然后没事的时候整个小礼物。就是想让我赞同他去做生意嘛，整天的从我耳边叨叨，然后我就心又软了一下。他又说想跟朋友合伙干点生意。我问一句啊，哎，你自己做生意不就行？你干嘛求他呀？钱不够呗。想让他投资是这意思吧？对，找投资人呢，找银行贷款呀，你不能老逮着一只羊薅毛是吧？给没给钱？给了，然后这会儿他不但借我的钱，把自己的那点家底全部打上了，然后结果不出所料还是赔光了。这个买卖关键是还差点钱，差了点钱我让他给我补，但是他没给我补所以反正我赔的反正一塌糊涂。就如果当时要再给您追投一下的话，您这买卖就起来了。对，完了随后他还把这点事赖我身上了。但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现在他不是这些事情以后吗？我就坚决是不让他去了。这会儿我就给他找工作，拜托我朋友，都是已经跟人说好了，他直接去都行，上班去都行。结果呢没去，都因为这个就把我朋友都得罪了。为啥不去啊？我感觉这我有那能力能做好啥，我都不想去他给我接着的那个地方。行，我明白了啊，就是从没看上那工作，是这意思吧？对，我就想自个儿干，凭自己的努力。有志向，有志向。不是我有一家那个化妆品店吗？他就说，要不然我去你那个店吧。我觉得想当管理什么去吧。他觉得到我这个店也能发挥一下他能力。哎，这个未来在职场简历里面又写一笔了。我曾经开过一家美妆店，去了。那你说我对他能力确实是不咋信任哈。但是你说他现在，你说整天无所事事的，找班也不去是吧？我想来都来吧，可是我没想到他来了以后，人家真是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改了，说我们家那个 logo 太土，而且呢，说我这个经营模式也有问题啊。去您那儿管理了多久了？就是他来的时候大概有3、4个月这样的时间吧。怎么样？业绩蒸蒸日上？没有，然后你根本都不懂管理。不是。你拿业绩说话嘛？就他接这个店管理了3个月之后，绩效怎么样嘛？效益怎么样嘛？不咋样。然后吧，人家过了一段时间人走了，因为他不懂管理。完了我说他，我感觉我的经验就是说，这是自己家的店，要是说别人想问我，我都不可能告诉他，这都是商业机密啊。我感觉他的店都是说，为啥挣不着大钱，都是有这些问题。但是我给他指出来了，完了他还就是说埋怨我呗。真行，我还挺佩服你的。你还信呢？我不信啊，不信。但是是他自己走的啊，走了。是这么回事儿啊。他就是总认为比我那个能力高嘛。这个倒不是说因为那个啥，我不让他来的啊，是因为啥事儿呢？我是感觉他跟那个店里的员工关系太暧昧。他年龄比我小嘛，就是我们店的店员，就是年龄跟他差不多，有的还比他小啊。然后他就特别喜欢那种年轻漂亮的小员工，老跟人待在一起，就整天跟人家聊这个聊那个的，开导人家的人生，就感觉他好像是人生导师的啊，整的我们这群小姑娘还挺崇拜他。你说我都想了，你说你咋有那么多话跟他聊啊？我咋没看见他这么跟我聊天啊？那我不是跟你解释过很多回了吗？我跟那些员工只不是都是谈工作啥的，偶尔啥的跟他们开个玩笑，开玩笑也不就是为了团队建设吗？完了随后他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也不相信我的能力，现在还怀疑我的人品。所以你想跟他分手是吗？没有。一个做大事的人，别人既瞧不起他的能力，又怀疑他在两性关系当中的人品，他居然还不分手。哎呀，我想不明白啊！心里有个结儿，心里有什么结儿？其实我跟他们确实是没有那，就是你不是不想分手吗？他都觉得我冤枉他了，人家一气之下就走了，就感觉我污蔑了他的人格那意思吧。然后就天天从家待着，
然后白天上网啥也不干，就搁你那儿待着啊？我以为他离开你了呢。没有，至少就是离开了店回家了，是吧？那倒没有啊，反正就跟我置气嘛。然后我晚上回来了，还跟我发牢骚，说我变了，不像以前那么支持他了，还说那个将来赚大钱了，我总有后悔的一天。我现在我就感觉我班上不好，那个觉睡不好，我都感觉我就身心特别疲倦。哎，你们俩这关系，你们未来有什么打算吗？主持人，你一说这件事情，又说到了我一个痛点了，就是结婚这件。你们关系里怎么那么多痛点？问一句就一个痛点，有不痛的吗？这件事我真的是很寒心，很痛啊。就是我比他年龄大嘛，然后他结过一次婚，然后就是他父母吧，就特别不同意我跟他在一块儿啊。过年的时候都不让我去他们家。这是他传达的，还是你去了他们家，他父母说我们不见你？我男朋友给我传达了，就是父母不想见我，就是因为听说他比我小，然后我还总给他投钱，然后都赔本嘛。我父母还觉得他特别不靠谱呢，就劝我别跟他从一块儿。就是我父母也挺反对的。所以您今天来这儿是干嘛呀？就是我从心理上就是应该是还是要比较珍视这段感情的然后我曾经也跟他提过，都是说虽然说父母现在不同意吧，因为将来生活的话是我们2个人一起生活呀。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先把这个结婚证领了？我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就是肯定是不同意啊，因为我觉得吧，你说我跟他在一起也是全心全意的对他哈，也不想图他什么，也不非得说希望他能赚多少钱，从情感上从各方面来说我都付出的挺多，然后他总也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就感觉我特别寒心。但我感觉着我父母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他们现在不同意我，不现在也是说正跟他们说的吗？不同意分手啊，那么孝顺父母。父母不同意我可以说服他们呢。说服了吗？说服正在说着呢。啥时候说的呢？天天在家里打电脑。我不都是想挣点大钱，完了多给他们点钱，让他们开心，他们开心不都同意我们俩事儿了吗？如果你挣不到大钱，你们俩还结不了婚了，是这意思吧？完了多少干点事儿，完了多给他们点钱，让他们开心呗。行，您今天来我还没听明白您要来干嘛？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总是说等着赚大钱了说才说结婚什么的吗？他要是再这么固执下去的话，我感觉我就不想和他再走下去了。我就是挺好啊。那你来我们这儿干嘛呀？想得很明白啊。但是必定说跟他在一起时间这么长了嘛，就是还是想让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你让老师帮你分析什么呢？其实我从心理上来说，还是说就是让老师们开导他一下，让他就是把那个说点实话吧，对，不就这意思吗？对，我是真的舍不得他，但是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是真又受不了他呀。对，你们快帮我把他改成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哎呀，我就幸福了，是这意思吧？主持人，你真懂我。行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第一个问题，你觉得他是一个能成大事儿的人吗？我觉得不具备。在你跟他恋爱之前，他坚持做过哪一项工作超过1年以上的有吗？应该是没有吧。好，也就是他在跟你之前也没有做过大事儿，在跟你之后你也看到他不具备做大事的能力。所以我想首先说你的问题，我觉得34岁又经历过婚姻的女人应该懂得什么样的男人是有责任心的，以及什么样的男人是希望能够跟你组建家庭的。那至少在这几个条件当中，这个男人，第一，他希望家里边变得更富足，而不会把家里边的钱掏空了往外投。这个男人至少在你眼皮底下，在你的公司里边不会随便跟你的员工调情。如果他这些都做不到，那至少这个男人不具备跟一个女人结婚的条件。除此之外，你还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任何的关心和安慰。他至少可以给你做顿饭吧，我没有听到，所以你到底图的是什么？我觉得你第一个你贪图他的无非就是他所有口中的口出兰花，空的梦想。那第二个你能图他什么？不就比你年轻一点吗？吃软饭至少有一点尊重他呀。我没有看到你对他有任何的尊重。
在家里边你没有尊重她，在她的公司你没有尊重她，在她的朋友面前你没有尊重她。你明明知道她是一个34岁离过婚的女人，你明明知道她是一个未来想要婚姻的女人，也许她还想要有自己的孩子。你明明知道应该这2年没有去见过她的父母吧？她如果真心想跟你结婚，2年还不见你父母吗？第二个，你觉得她对你好是应该的，而且她比你大，并且她还离过婚，像我一个28岁的都没有结婚的男人多好啊！所以你觉得她亏欠你了，也许她的这个现在所谓的叫什么美容店关门了，你才会真正放开她。所以姑娘，如果你真的想要的是爱情，爱里边是要用心的，所以你现在没有爱情，待会儿进门出去不要再留恋一个不停地敲诈勒索你钱财的男人，而从来没有给过你爱的男人。好的，谢谢。谢谢周老师啊。作为一个19年创业失败的人呢，给创业者和创业者的家人们啊提一点我的分享。首先第一个，自己毫无管理经验，说别人不懂管理的，自己一点钱都没挣，说人家不会挣钱的，基本上都是成功学的受害者。成功学的能力和商人的能力是不同的，成功学教给人的是怎么去激励，商人的能力是怎么赚钱。所以很多人学会了怎么激励人，但没有去学会怎么赚钱。第二个我跟你说一句啊，创业的底线是自己能养活自己。你自己能养活自己吗？越是游手好闲的人就越是满怀抱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最有时间空谈。真正的一个创业者就跟你一样，干活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空谈？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可能是因为自己离婚了，所以觉得我要迅速的找一个人来爱我，我要迅速的找一个人来结婚。但你到底有没有想过结婚是什么？你有想过你未来赚的每一分钱都要跟他分享吗？你有想过万一以后你生病了怎么办吗？你有想过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他可以承担的吗？他是一个真心实意想要结婚的人吗？婚姻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不能因为你离过婚，所以你就觉得婚姻就无所谓了，我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娶我就行了。不是的，越是离过婚，越是经历过，你就越要知道婚姻的重要性，婚姻的严肃性。他是一个合适的人吗？你要考虑一下。就这样，谢谢。好，谢谢罗琦老师。其实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你现在没有赚大钱的本事，也没有找到赚大钱的门路，而你却找到了一个确实在这个阶段你认为适合自己的女人，因为她不嫌弃你，她还想嫁给你，她还愿意负担你，这个女人找得好啊，特别适合现在你。但是我请你不要那么自私，你认真的想一想，从我们一生的角度，从爱情家庭的角度讲，你真的想要和这样一个女士结合吗？和她共度余生吗？我看你现在种种不像。如果一个真的决定结婚成家的男人，不会在家打游戏让女人去赚钱，自己一点都不努力，能做大事的人至少要厚积薄发。你积累了什么呀？所以如果自己都管理不好自己的生活，自己都不能把家庭的责任，把事业的追求放到一个踏踏实实的角度去做的话，何谈成家呀？所以找他你合适了，只是合适的这个阶段，我并不觉得你真心想娶她。好，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小人常立志，君子立长志。可能很多人呢都搞不清楚，说你图这男人什么？帅也长得不帅，才华也没才华，又不尊重你，又不珍惜你。其实你不是爱他什么，你之所以到现在为止还分不开，是因为你曾经付出过。很多女人就是这样，因为付出过，所以我觉得不能分开。你想想看，你到底爱他什么？生活中没有担当，同时对你人格又不尊重，你跟他会有未来吗？说实在话，做一个私企业主，做一个小小的化妆品店，起早贪黑本身是不容易的。你很清楚一个创业者的艰难，你很清楚他做不了生意，但是你依然还一次又一次的去纵容他，拿你的钱去造。
是因为你那颗自卑的心。你为什么不能勇敢地跟他说，其实你配不上我？一个男人没本事不可怕，最怕的是2点。第一点是没有自知之明，第2点是不自重。你说这种男人还有得救吗？所以把你那颗自卑的心收拾起来。虽然你离过婚，虽然你已经到了30来岁，但其实在生活面前你是一个成功的人。你好歹给这个社会创造了几个就业岗位，养活了几个员工，自己有一个小店，你是很成功的，你知道吗？你完全有资格找一个比他更好的人来疼你，好吧？好，谢谢涂磊老师。对您来说很简单，如果你觉得那是爱，这个爱让你快乐，你就继续下去。如果你觉得其实根本不是爱，只是因为自卑或者贪婪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话，你就选择放手。记住了啊，干大事的人是脚踏实地的，大事太多了，不仅仅是挣钱，能爱好一个人其实有时候也挺伟大的。行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其实我挺想和你在一起，但是我父母那边确实我可以慢慢说跟他们谈呗。刚才嘉宾说我贪恋你年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贪恋的是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那种快乐的感觉，但是我现在发现这种快乐的感觉已经不见了，更多的是痛苦。如果你老是这样执迷不悟下去的话，我觉得我真的不想再跟你继续下去了。好，请亮灯。爱的记忆箱。说说吧，书和放大镜背后什么样的记忆？我给他放的这几本书都是一些名人的传记，因为他不是经常跟我讲成功人士吗？希望他通过这些书籍真正领悟成功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希望他能够真的体会到底怎么样才能成功吧。你那个是什么呀？其实我内心是想跟他好打耳朵的，但是我父母那不同意，我就想让他拿放大镜能看透我的心是怎么想的。明白了，谢谢2位，请回吧。啊，你看，请回，请回，请回，请关门吧。啊，请开门。行，这个结果是最好的结果，从此新的开始。啊，对一段情感告别。这边我们给他一个好的解读，就是经过老师们的教导，他终于明白了尊严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不代表不爱，而是现在他可能连爱一个人的资格都没有。